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山顶了，咦，也有蜜蜂。一些毡房开着门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这就是新疆。我们从伊宁开了2个半小时才到那拉提。进景区前先简单吃个午饭。馕包肉、野蘑菇、油麦菜、羊肉串都是大硬菜。我们现在来到了那拉提景区，和喀纳斯一样，又要进了景区之后换景区的景交车，继续套娃型坐车，上车、下车、上车。不过还是一人一正座，还不错。接待大厅还挺现代。刷身份证排队坐车，车挺多，暂时还看不出有怎样的景色。上车之后没开多久，就看到了广阔的牧场。那拉提大剧院应该是有歌舞表演，就是特色的。门口还有父亲和母亲的图腾。没多一会儿，羊群好多的咩咩，好多的羊肉串、缸子肉又馋了。那拉提自驾进入景区，每人的票价是300元，有效期2天，只可以走空中草原和河谷草原。雪莲谷、盘龙古道西线、沃尔塔角塔不能自驾进入，也就是最美的景色得额外买票。我们的门票是95元，及河谷草原车票40元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第1个停靠点，这里叫什么来着？美丽草原。眼尖的团友忽然看到远方的羊群，头也不回地冲了过去。我们看到了前面赶羊群的，于是我们放弃了眼前的美景，直接过来追羊群了。一大群大羊羊，看，已经可以看到羊群了。不知道有没有大屁股？快追！有的有，有呢。羊羊们在这儿绕圈儿，人家在赶羊呢。哎，还有羊在喝水，就是赶过来喝水的。哎，奔跑。有2只羊羊掉队了，哎呀，你看着急了。这一抬头看羊群没了，叫着就追去了。真想近距离接触这些咩咩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。游人如织的地方总会有生意，穿上民族服装照相，骑着大骆驼游街，还有个毡房里的乐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演出。这云和天山真漂亮。开始往第2个站点走了。这一路上看到了很多马，有很多新生的小马驹儿。我们现在到了第2个站点，这里叫乌孙古迹，其实就是曾经乌孙国的一个陵墓地，他们的墓葬在这儿。乌孙国就是哈萨克族的古王国，这里面是他们曾经埋葬先人的地方。最早先的时候，这里没有任何景观，就是后面那个山丘埋葬着他们的先人。这里变成景区之后，就把这里建了很多图腾柱啊，像这边模拟古乌孙城寨的样貌建立的一些人造景观，说这里就是曾经的古乌孙国的陵墓所在地。这个被巨石围绕的土坡就是他们的祖先陵墓，不允许有人踩踏的，因为谁也受不了外人在自个儿的坟头蹦迪。前面这个是一仿制的古乌孙部落居住和生活的环境。刚一进城，我们团的老爷子在这儿荡秋千。别让我上了热搜啊！这个大的营帐还是挺漂亮的，毡房，巨大的毡房，然后马车。这马车很汉代呀，这感觉。不是说这个部落就是汉朝时候的和亲的部落，那边还有寨楼可以爬上去看，上面有鼓，怪不得我们一直听到鼓声呀。还有鸵鸟哦，为什么乌孙部落会有鸵鸟？鸵鸟的旁边有羊驼，哎，它露出脸来了。哎呀，鸵鸟在尿尿。鸵鸟的尿把它的脸又熏过来了。旁边还有这些个鸟，还有 turkey。后面还有兔子呢。这有人在上面敲鼓了。原来我们是从那拉提影视城的后门进来的，然后从正门出去的。和乌孙大营说个拜拜吧。返回牧场，这边的风景独好。看这个养蜂女秘坊，原型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中的养蜂女。我们猜这儿现在是卖蜂蜜的。我们到了第3站，这里是一个哈萨克族的民俗展示区。这边可以看到有大片放牧的牛羊，然后那边有图腾柱，还有太阳能路灯。那边都是马群、牛群、羊群，
我想去玩它们，要去撸它们。可是他们都不让我碰。这边有蒙古包、毡房、毡包、毡房，我就叫毡包。价格不错的馕。馕坑的烤馕，烤馕刚烤的啊。这个叫伊提根塞的民族文化村其实就是个小市场，体验哈萨克手工艺品，风干牛肉和奶酪都挺好吃的。这棵很有艺术的树种在了卫生间的旁边，这4条腿儿，大不了。跑起来多漂亮啊！第4站这边观景台挺小的，从这儿可以坐2个选择，一个是坐我们这种观光的小车，可以一直开到最上面的山顶；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选择骑马，他们会从开始教你骑马到你最后可以自己骑为止。我们选择了坐车，因为我们设备太多了，不太方便骑马。这样，我们期待一下之后的景色吧。这山坡不就是 Windows XP 的桌面吗？草地真齐着，车开得飞快，小风吹得可舒服了。一开始每人120的票价让我们有些犹豫，但售票员说这山上的景特漂亮，只能坐这个车上来看，骑马或者自驾都上不来。这样一来，心里似乎平衡了些。我们的第1站到了。我们到了第1个景点了，看看背后的山多美。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差于德国的黑森林，多好看。这边山上有2只狗子在悠闲的。狗子不是应该牧羊吗？你们离羊这么远，真的没事吗？这时候有2个牧民的孩子抱着羊过来，我们和领队大姐都要跟这个小羊亲密接触一下，说是1个人5块随便照相，还好。这小家伙的毛并不像想象中的柔软，比泰迪犬的毛硬一点。还想着对镜头说点什么，就被孩子把羊要走了。谁让我们先给了钱呢？有点坑。7、8分钟后，我们到达了第2站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山顶了，也有蜜蜂。然后这边我们看到了一个牧民在搭毡房，我们决定过去看一看。他们是先把架子搭起来，把门就先装好了，然后外面铺上席子，他们要一层一层的围，钉木头固定这个房子。这个是正在建设中的毡房的内部，从中间吊着的一个沙袋吧，作为支撑。牧民大爷显然对手上的事儿更感兴趣，完全没有搭理我们。我们继续去看景儿，能吹散的蒲公英都被别人吹过了。我们眼前的场景，你说它是那拉提也好，你说它是瑞士、奥地利也是差不多的。我们要上车了，拜拜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站，这里是有很多民俗体验的，那边可以体验骑马，然后有烤肉，然后还有很多毡包，不知道那些毡包里边都有什么，然后还可以换民族服装，感觉这儿体验的都是同样的东西，但是看那边的山果还是挺漂亮。对，前面有美女在拍照，她在看我，这叫瞥了你。一些毡房开着门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哈萨克族住的毡包，别看要经常搬家，那房间里面装饰的还挺漂亮的，还有墙毯，这地毯下边的坐垫儿。对，你能发现家具陈设很简单，就一个炕桌，然后2个小柜儿，来放一些衣服。这些毯子和被子应该就是打包直接走的，应该是直接拉走的。这边是他们的传统服饰。然后可以看到他们上面挂着这个绳儿，他们生了男孩或者生了女孩就要挂这些祈福的，就是把这个挂在男孩或者女孩骑在马上。然后顶棚现在天好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把那个拉开，有采光。等到晚上或者下雪下雨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拉上，再遮上防雨布，就有很好的保温的作用。对，这边是他们那个这个袋子怎么称呼？不知道，我还真不知道，都挺漂亮，都是绣的，都是。对，这个像是可以，它是开线了。这边的这个感觉苗族也有类似的，对，都是这种小布袋，它可能也是装一些杂物用的。这就是毡房的基本构造和装饰。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毡房，这个的陈设不太一样。这个好像是可以接待客人的，看样子是。进去看一眼。
这个应该是之前接待过客人，你看上面有油酥饼，有馓子，然后这边还有就是冷掉的奶茶，就是一些小吃、奶茶什么的。然后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奶茶的壶还有碗，闻着全都是奶茶味儿。在这个毡房的中心可以看到，这应该是狐狸皮吧？对，应该是。这个是这个毡房的特色。那小宝宝生肉就嚼上了，羊腿肉现切现穿，10块钱一串，真不贵。咱们要不是吃的饱饱的，就买2串。这真是正经羊肉。往前走了没多远，我们看到一只小羊卧在菜地里。你在这干嘛？周围安静的都能听到它咀嚼的声音。不，它磨牙的时候，就是它牙在嚼的时候，你捏着它的，能感到震动吗？感到震动。我们不打扰它了。我们也能看到住在这儿的哈萨克人生活的场景。如今他们也能利用太阳能得到比较现代的生活。要是能在这美丽而安静的山谷住一段时间也不错。你不要咬我的裤子。我们打算往后山走走，被一只更小的羊缠上了。这还抱什么小羊照相，还花5块钱。哎呀，不要咬我裤子！哎呀，我蹲不下去，它往我身上扑。这羊小，然后它找人，就它一个人在这儿好像害怕。这个是卷儿的毛。这是卷毛羊。这小羊羔长得还挺漂亮。啥你都想啃2口呢？你咋啥都要舔呢？你让它舔没事，它又不咬人。哎呀，踩我了，踩我了！人家主人来了。哎呀，它舔我。它一直在踩着我，它不肯松脚，一直在踩着我。来看这只脚。羊咩咩。哎呀，下雨了，咱们回吧。那拉提的天气真的是突变，我们正在那儿跟小羊玩呢，突然就下起雨来了。不过现在也拍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准备返程了。返程回到山下度假村，估计就又热上了。虽然要花120才能上来，但免费参观了毡房，还免费的撸到了2只小羊，心里又平衡了不少。下山的路上，刚才的哈萨克大爷都快把毡房建好了。我们的车风驰电掣，这个挡雨帘啊，啪啪的吹。我们误打误撞的到了森林公园，因为在上面景区的时候，他们同团的人，其他人先走了。本来是让我们坐那个小车，就是送山上的这个观景车到度假村，结果那儿没有任何一辆车能到度假村。于是我们就只能先坐其他的车到森林公园，然后等他们一起集合。这儿景儿还不错，然后还可以穿一些民族服装。这边还提供自行车，租个自行车自己在森林公园里漫步。我们在旁边的商店随便转了一下，在一旁湍急的古纳斯河畔结束了纳拉提的行程。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入住的酒店，是景区所在的纳拉提市的。导游说这个酒店不怎么样，条件差点，但我们觉得还可以。电视严禁黄赌毒。它提供了一个插座，这个的安全性要略微低一点。我们在2层，楼底下的小馆子已经在滋啦哇啦的唱歌放歌了，空间还是挺大的，足够放箱子。我感觉比我们在奎屯的那个酒店要好一些。卫生间简单一点，连浴帘都没有。哦，这里也有免费的，而且这么多。哦，跟那个一样。是啊，但是它有好多。来看门口这个门隙。它曾经在这里。一个找不到家的门隙。晚餐厅就在酒店旅店旁边。大块太沉了。大壮汤。盛了1只手。清炒白菜。西红柿炒蛋，这个是每餐必有。我们明天一早5点半要出发，说是因为独库公路现在还没有开放，我们只能绕行218国道。但是国道呢现在在修，因为每年冬天的降雪之后会路面损毁，所以我们要赶在他们上班之前冲过那段路段。早餐会打包，明天就可能我们要4点半就要起床，然后收拾完就出发走了。明天再看吧。看不到天鹅的天鹅家园，我们出门是1分钱也没带。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可别错过我们精彩的新疆之行。